新官上任3把火，格拉西莫夫的第一把火给乌克兰送去了一份见面大礼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格拉西莫夫刚一上任，就对乌克兰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轰炸行动，下一步行动将会更加的惨烈。近日，乌全境多地遭到了俄罗斯的新一轮的轰炸。不过，俄军这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地，发生在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紧急换任之后，也就是在格拉西莫夫刚上任没多久。在一些分析看来，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轰炸就是格拉西莫夫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。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检测称，在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的当天，俄军出动了17架战略轰炸机。这次轰炸是自俄乌爆发以来，俄军出动战略轰炸机数量最多的一次。可想而知，这次乌克兰国内的基础设施，包括重要军事目标，都已遭遇到沉重的打击。我认为，如果格拉西莫夫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出动17架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多地进行轰炸，或意味着俄军真正的大动作要来了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把火之后很可能还有第二把、第三把，而如果第一把火就搬出了17架战略轰炸机的阵势，那么第二把、第三把势必烧得更旺。可别忘了，普京把格拉西莫夫任命为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，就是因为他是俄罗斯军中的3号人物，所以不管是在资源调配还是协调各军区各军种的关系，都比斯洛维金要更有力度。以我所见，格拉西莫夫刚一上任就组织对乌克兰多地发起的大规模导弹袭击，这表明俄军接下来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总体战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还会以导弹袭击为主，但是唯一的变化就是俄军对乌克兰轰炸的规模。要知道，随着波兰率先开口称要向乌克兰提供豹2式主战坦克以后，极有可能在西方掀起一阵援助乌克兰坦克的热潮，而且援助的还都是由西方制造的主战坦克。在一些分析看来，一旦美西方大量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那么俄军在战场上针对乌军的装甲优势将会受到重创，甚至还会导致乌军在地面对抗时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。毕竟俄罗斯现有的主战坦克除了一款特90M之外，很难再找到一款能够与豹2抗衡的型号。因此，俄罗斯在应对西方时，不是硬碰硬，不是拿自己的装甲力量去硬拼，而是要依靠大规模轰炸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我认为，在美西方即将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际，普京把格拉西莫夫紧急推上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的位置，并且格拉西莫夫刚一上任，立刻就对乌克兰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轰炸行动，说明了格拉西莫夫很好地理解了普京的战略意图。相信下一步行动将会更加的惨烈。也许这是俄罗斯在做最后的努力，把美西方的幻想彻底给击碎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